今天，如果你能够搞清楚资本操控的套路，你再也不会去追求什么财富自由了。但毫不夸张的讲，你却有可能成为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因为你从此不再会被资本家剥削，而是加入他们，成为剥削别人的人。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人一辈子一定要思考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钱人已经这么有钱了，还要去想办法赚更多的钱呢？比如说，有个人叫马云啊，他每分钟的收入是用亿来计算的。然后他说他对钱完全不感兴趣，很多人瞬间就笑了，这个人很虚伪，对吧？但最可悲的是，他真的没有说谎，而且当你知道真相之后，只会觉得取笑他的人才是最可笑的。我问你，今天我想让你为我卖命，为我工作，那怎么样才能让你心甘情愿的为我干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让你很稳定的穷下去。当你的口袋里面越来越没钱，但是你每个月的支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只能选择低下头，把你的时间和精力都卖给我们老板。也就是说，我们赚不赚钱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穷人越来越没钱，把他们的钱都拿到我们的钱包，再拿这些钱去让他们为我们工作。那要如何让穷人一直穷下去呢？你比如说，我开创了爱马仕，今天我想要哪一款包包，我直接到店里面随便拿就好了。那请问我还需不需要钱？然后今天我看上了一辆保时捷，我拿店里面的10个爱马仕去换，那请问我还需不需要钱？甚至今天我看上了一个女生，我让她到店里面随便拿喜欢的爱马仕，那请问我需不需要钱？这没有冒犯的意思啊，只是说这世界的富人是不需要钱的，因为爱马仕这个 logo 就可以让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而穷人呢，工作一辈子，然后把钱都拿去买我们发明出来的包包，又或者花在一个女人身上，到头来我们却有可能用几个无中生有发明出来的包包就把那个女人抢过来了。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都陷入了消费的陷阱里面。但这个陷阱为什么会合法的存在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疫情把全球的经济都推倒了，而一个国家想要刺激经济，那他们都在干嘛？就是拉动消费啊。 GDP 就是消费等等的因素而组成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救济金啊、消费金啊、就业金啊等等，都是用来干嘛的？让你拿去消费啊，培养你消费的习惯的。然后为什么会有通胀？为什么通胀以后美联储还要继续的印钱，让钱越来越不值钱？就是告诉你，你这个钱不花出去就变成了废纸了。那你要不要花？只有让你越需要钱，你才会越要想办法赚钱，这样的社会才会发展的更好。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需要有 97% 的穷人待在底层干活，也需要 3% 的人在上层管理这 97% 的穷人。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那普通人如何才能够进入 3% 的圈层里面呢？很简单，摆脱消费的陷阱，然后参与布局消费的陷阱。今天这部影片，我会把资本家和政治家设计的消费陷阱一层一层的剥开，让你看到里面最核心的底层逻辑，然后瞬间运用到自己身上。所以一定要点赞，让这部影片保存下来。然后记着，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你必须要先摆脱财富自由的陷阱。扫地僧，你不是一直在帮我们实现财富自由吗？现在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陷阱呢？其实财富自由本身不是一个陷阱，就是被动收入大于支出嘛。可问题来了，今天你卖掉所有的房产，然后把钱拿去收一个很稳定，每个月给你1万块美金的利息，然后你只花8000块，那这是不是财富自由啊？对啊，我可以源源不绝的去花钱，可以拿去养得起一辆跑车，还可以送Chanel和爱马仕的包包给女朋友，吃得起豪华的大餐等等，然后下个月又有钱花了，这难道不是财富自由吗？确实是，不过是资本家财富自由了。这就等于资本家设计了一个奢侈品的资产，然后把它变成负债卖给你，结果你为了每个月去享受这些负债，把房子这资产卖给了资本家，然后不断的买入负债。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跳出这个消费的陷阱，那么就算他财富自由了，他也是一个穷人。你看很多的富二代，他不愁吃不愁喝的，每天就睡觉、喝酒、玩女人，什么都有，什么都玩过，但他依然还是一个财富自由的穷人。
其实他们就跟原始森林里面的猴子一样，累了就睡，饿了就吃。在现在这个社会，基本上每个人都饿不死的，都可以做到吃喝睡。但大部分的人还是想要当富二代，还是想要当财富自由的穷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钱可以享受啊。那么重点来了，谁告诉你奢华的生活就是享受呢？谁告诉你这张纸叫做钱，那个坐的不舒服的叫做豪华跑车，这栋楼可以看海叫做别墅，这个身材好长得好看的叫做美女？到底是谁告诉你这些东西都很贵？但是你拥有了这些东西，你就是快乐的，你的人生就是享受的。而你没有这些东西呢，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就会很痛苦。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传销的集团一样，从你出生开始，你就慢慢彻底的被洗脑了。从你的父母、老师、各大的媒体，你所看到的广告、电影、电视剧，就给你植入这些概念。然后呢，你为了可以获得快乐，摆脱痛苦，所以你就需要拼命的赚钱。赚到钱之后，就去买这些奢侈品，然后告诉全世界，你因为买了这些奢侈品，所以你摆脱了贫穷的痛苦，获得了富有的快乐。这等同于你在做什么？就是继续的帮这个传销集团做大做强嘛，让更多的人想要成为你，然后更拼命的去工作。这就是世界要发展的更好的游戏规则，不但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所有的强者和统治者所支持的。所以一个人能够富起来，都是领悟了这套规则，然后顺着这套规则去赚钱的人。比如说你去结个婚，其实登记就好了，不用花什么钱的。但是今天我告诉你，结婚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事情，难道你想要在这么神圣的时刻留下遗憾吗？听到这句话，穷人马上就耿耿于怀了，于是把存了几年的钱都拿去搞了一场世纪的婚礼，大排宴席的，面子呢比天都还要大，哪怕以后吃咸鱼白菜，也要在婚礼上面吃鱼翅和鲍鱼。也因为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这句话，搞婚宴的商人赚爆了。然后我卖包包的、卖化妆品的就笑了笑，留下了一句话：女人呢就应该宠爱自己，给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这样才会掉到金龟去嘛，才会拥有世纪的婚礼嘛。结果穷人就心动了，想一想，凭什么委屈自己呢？所以该吃吃，该玩玩，一个月的薪水全拿去买包包、买化妆品，甚至去整容了。很简单，靠自己一辈子可能很辛苦的买得起房，但只要把自己的价值包装一下，我就可以住更大的房子、更豪华的车，自己又过得更轻松一点，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你要跟我结婚，那这个房子啊、车子啊这些都应该是男人搞定的。结果就是做女人生意的商人呢都发财了。再来就是求婚，卖珠宝的商人只是淡淡的讲了一句话：钻石很久远，一刻永流传。然后穷人就感动了，结婚就必须要带上几万美金的钻石，等到有一天需要钱去应急，想要把钻石卖了，才发现几万美金的钻石变得一文不值。这时候你才觉醒，原来钻石并不稀有，商人只是把它做得小小的，让你感觉很稀有。实际上呢，现在已经有无数的产量，而且还可以是人造的，但你还是会去买啊？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它很美，而且你已经被洗脑成结婚以后就不会卖了，要流传给自己的后代，所以贵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钻石本来只是一颗石头，商人把它切得小小的，然后告诉你这个石头你可以流传下去，你就付了几万美金。所以为什么要好好读书，考上好的大学啊？因为美国有很大一笔的收入都来自于大学的学贷啊。为什么我最喜欢投资房地产呢？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房价崩盘了，那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买不起房子，但是我的租金收入却暴涨了，我无缘无故的就多收了10%以上的房租。为什么？因为网上现在很多人说房价会崩盘，租房比买房更划算，那我只能笑了笑，然后谢谢他们，对吧？所以一个名牌的包包，一颗钻石是什么？在大多数的人手上是奢侈品，是负债，但是在发明它的人的手上就是资产。记着，有钱人不是说他钱包里面有很多钱，而是说他能不能拥有让人为之而疯狂的资产，然后让人把劳动的价值都送给我们，养活我们，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包括名气、权力、爱情等等的一切。所以这一瞬间，我希望你恍然大悟，为什么现在很多日收入上百万的名人却去搞直播，喊破喉咙的卖几块钱美金的东西呢？
有自己博物馆的大师，却在网上卖地摊货呢？一颗珠宝都上亿的富太太，连美容觉都不去睡，然后从早到晚的拍影片呢？因为 YouTube 上有25亿人，哪怕只有1万人给你100块美金，你就会瞬间拥有100万美金。以前很多人不能理解时间就是金钱，但是现在在自媒体这个世界，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把时间花在你身上，哪怕他们不为你花1分钱，你都会瞬间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因为你拥有流量，就等于掐着资本家的脖子。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 YouTube 的账号就只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工具，但对于我和我的弟子来说，这就是一个为我和他们带来连赚7位数美金被动收入的资产。尤其是未来20年走的是火运，一切跟光、影、虚、电有关的行业都将会非常的容易赚到钱，而符合这所有条件的就是自媒体。所以你有2个选择，第一就是继续当观众，继续帮人家说钱；第二，自己去摸索，然后遇到一些其实很简单的困难，比如说第一步怎么样去开设一个频道，然后你就放弃了，又或者摸索出流量的密码，但已经错过了赚钱最佳的时机，钱都已经被第一批挖金的人赚走了。而聪明的人就会有第3个选择，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师傅去拜师，把他的结果学走。那么今天只要你订阅点赞，你就可以直接1块钱都不用付，报名我价值300美金的培训营，直接免费学走我50万订阅，影片平均20万人观看的秘密。但这其实不重要，因为我们不是赚广告费，而是说打造一个年赚7位数美金的自动赚钱品牌，让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7天24小时躺着去赚钱，甚至可以完全的不露脸。但是有一个坏消息，我们马上就要下架了，所以有兴趣的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吧。所以扫地僧为什么不是选择躺平，而是加入富人跟他们一起赚钱，然后购买资产，创造资产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不生小孩，不结婚，不买奢侈品，不去旅游，不过任何的节日，回归最原始的动物状态，能吃能喝能睡就好，这样就不会被资本家剥削了。那么美联储的资本家告诉你，没关系的，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躺个10年8载的，到时候你看看你手上的钞票贬值了多少。你现在是可以几美金吃一碗面，你过了10年之后呢，你就只能从吃面条变成吃面粉了，对吧？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会允许大家都不去工作的，这样整个美国都要灭亡的，不是吗？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选择躺平的人呢，嘴巴上是说着要躺平了，但每天都在关注房价，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就跑去买房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我很多影片都有呼吁大家要在房子被低估的时候去买房，然后就会有一些说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出来买房的人来骂我，那我就很难理解，你不会买房，但却比任何的人都还要关注房价，然后还去鼓励别人要在房价暴涨的时候买房，在调整的时候卖房。那我现在就懂了，这种才是最会玩的人。所以一定要聪明一点，要懂得用心去感受真相背后的真相。就是为什么人会掉入消费的陷阱呢？因为97%的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抽数的，都是为了成为一个社会运转的燃料。有些话我不能太直接，所以我就这样比喻吧。有灵性的人就会懂得里面的天机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品。有一个商人养了一头牛，他称赞那头牛说：“你真的太棒了，因为你让我们的农地更加的肥美。”然后这头牛呢就很开心的笑了起来，他工作的效率就更快了。等到了晚上，商人全家一边吃着农地里面的食物，一边教育他的儿子说：“你长大了以后一定不要学那头笨牛，一辈子就在农地里面埋头苦干，知道了吗？”那另外一边呢，那头牛结束了劳累的一天，一边吃着草，一边跟着小牛说：“你一定要赶快的长大，我会教你如何成为一个耕种的高手啊，这将会是最受尊敬的职业啊。”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世界大部分的财富都是来自于穷人的劳动，但是拥有这些财富的却是不怎么劳动的富人。这1%的富人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位置，不断的去设计各种的规则，各种消费的陷阱，去限制和操控那97%的穷人。穷人越努力，富人就越富有。这就是你经常听到的勤奋是一种美德，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的真相。这世界规则呢，只有弱者需要遵守，因为规则都是强者去定的，
他们借助学校老师的嘴巴，从小就告诉你什么是道理，什么是对的，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追求什么，你要买什么。就好像我的一个数学老师，他常炫耀自己有车有房，这代表什么？代表了他已经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非常深了。一个替学校打工的，还觉得自己特别的牛，在一群还没有工作的小孩面前灌输这种消费主义，让当时的我也觉得，我的人生如果不努力，如果考不上好的大学，我就会混得非常的差。那么结果就是，幸好我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幸好我读的那所大学让我有时间可以去创业，这才让我做起了自己的生意。然后这个老师每次约我吃饭，我都不理他的。一个打工的约一个老板吃饭，聊家长里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对吧？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呢，除了不要犯法以外，基本上都要反过来去看，反过来去学，反过来去操作。你必须要灵活的变通你所学到的一切，因为社会上只有富人和穷人，富人就是狼，他们生存的逻辑呢，就是如何优雅的吃掉羊，而穷人就是羊，他们生存的逻辑呢，就是如何才能变成狼。这个世界最笨的就是那些只会讲道理、认死理又遵守规矩的穷人，就是他们在被剥削的同时呢，还认为自己是对的，还去教训别人。记着，这个世界只认输赢，只认强弱，只认实力，就是以强欺弱，弱肉强食。说句不好听的，你失败了，哪怕你的手段是对的，也会被人家鄙视；但只要你成功了，哪怕你的手段是错的，也会被人家捧得高高在上的。这社会最恶心的就是跟你学校学的那一套完全的相反。所以摆脱消费陷阱的方法不是去推翻这个陷阱，因为你不可能推翻嘛，你只有加入他们，跟着一起去设计这些陷阱。比如说，这世界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抽烟喝酒呢？因为资本家发明这些东西，目的就是让你上瘾。当你有了这个习惯，你每个月都要奉献金钱给卖你烟酒的人。那很简单啊，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个烟酒的游戏，要不呢你就是上瘾的那个人，要不呢你就是卖烟酒的人，你会怎么选？再比如说，很多女生每天上班指定的动作就是去买一杯奶茶和果茶，或者去喝几杯星巴克。平时逛街的时候呢，又忍不住买几件衣服，然后为了维持身材，又要去请瑜伽私教。平常下班累了，躺在家里面刷手机，说着说着就付款了。然后男生一样，买球鞋，买了几十双鞋都没有穿过，平常又去买游戏皮肤。年龄上来了，就买一辆车，买个劳力士，追女生嘛，要打扮一下。那当每个人都这样的时候，羊群效应、攀比效应，你只有两个选择：一就是跟其他人都消费，因为消费越多，就等于你越懂得享受嘛。第二就是像我一样，不烟不酒不打游戏，但我却会买烟买酒买游戏买劳力士买收藏品买车，目的呢就是把这些东西卖给沉迷于这些东西的人，或者通过这些来做社交，为我带来更多的生意。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就请人喝酒抽雪茄，又比如说把一辆车用很低的价格买回来，然后改装一下，让它变得独一无二，然后卖给其他人。那同样我也会花钱买这些奢侈品，但我并没有走进消费的陷阱，而是透过这些消费的陷阱，让更多的人付钱给我，然后我再把这些钱拿去买这些让人付钱给我的奢侈品。你比如说劳力士，我买了以后也不用做什么，它每年就会涨价。像我只喜欢买迪通拿，现在又要说出新款了，代表我买到的都变成了绝版，然后我就傻乎乎的，过几年无缘无故的就赚钱了。而且如果我要卖出去，别人都是买我戴过的手表，我不但可以使用，那些陷入消费陷阱的人也会羡慕我，讨好我，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让我的财富提升了。再比如说，我买车都是用公司的名义去买的，是可以作为公司的支出去抵税的。那我自己呢是不太喜欢开车的，我喜欢别人开，我自己呢就在后面休息，也不会追求什么大马力的车，但我每一年都会去换车。为什么？因为这让我少交很多税啊，我那些油费啊、停车费啊都可以去报销的，那我干嘛不买啊？但一般的人呢都是用这个人的名义去买的，都是用自己存了几年的钱去买的，而且还背上了车贷。那当我要换车的时候呢，这种人就是负责为我接盘的，对吧？所以记着，同样是买奢侈品，有钱人买，要不就是为了省钱，要不就是为了赚你的钱，让你还傻乎乎的羡慕、嫉妒、恨。
当你越有这种情绪，你就越容易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面，成为了接盘侠。所以只是说时代变了，未来可能会以虚拟的形式，而不是以奢侈品的形式，像 NFT 啊、元宇宙啊、虚拟货币啊、人工智能啊，还有自媒体。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生活在互联网上面，而只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生存罢了。每个人都在玩手机，你像我爸妈，我每一次去看他们，都是2个人坐在沙发上，各自刷各自的手机。也就是说，未来只有2种人。第一就是贡献时间的人，第二就是创造价值让别人贡献时间的人，而且只会越来越多的人做起自媒体。那么反正迟早其他人也都做，你也有可能跟着去做，那么为什么你不现在去做，去成为第一批在虚拟世界挖金的人呢？其实你可能不是不想要去做，而是不知道如何去做，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去做。其实一切皆可做自媒体，就是说你没钱、没资源、没人脉和经验，只要你不想要再当观众，并且肯定自己是一定要做出自媒体赚钱的趋势，而且想要成为我的弟子，去学习我们年赚7位数美金的方法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跟我们做一个连接。因为我决定让我自己还有我专业的团队开放一个价值1000美金的1对1咨询，去帮助这些同路人，暂时是不收任何费用的，算是一种报答支持的回馈。但是我们的人手极其的有限，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连接去抢先报名卡位啊。那么如何让人甘于劳动呢？就是让他们陷入消费的陷阱，然后告诉他们穷是因为不勤奋而导致的。为什么生产力如此发达的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呢？原因就是世界原本就是这样设计的。假设一夜之间穷人都变富了，那么第2天富人就要为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还要自己去种田、种菜、养猪。所以富人依靠什么来驱使穷人劳动呢？如果依靠法律强制执行的话，那穷人就会想，为什么你要规定我来做，自己却不做呢？对吧？但如果只让一部分的人永远贫穷，并且让他们有强大的物质欲望呢？那他们不但会感谢你发薪水给他，养活他们，甚至还会毫无怨言的拼命的干活，试图通过勤劳致富。而且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替我干活呢？如果我有100块，你的薪水交价是100块的话，那我只能请你1个人，对吧？但是如果你变穷了，你身边的人都变穷了，那么大家都想要工作的时候，就会形成竞争的关系，你的薪水可能就会降到50块，这样我的100块就可以请2个人了。就好像现在我自己去一个新的地方开新的公司，然后疫情之后经济非常差嘛，当地很多的大学生呢都找不到工作，供应变多了，需求变少了，自然大学生的薪水都变得非常的低，那越来越多的人帮我，我就赚越多的钱。但我现在请10个人的成本呢，可能比以前请3个人还要低，那我爽不爽，对吧？所以记着，选择躺平的人却不能摆脱消费的陷阱，只是说让自己花在家人上、儿女上的钱变少了，把这些钱花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满足更多的物欲罢了。这世界到处都是消费的陷阱的信息，无论是电影、广告，甚至是学校老师教你的，可能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穷。但是对于物质呢，却越来越有欲望。我们所能够直接获取的一切信息呢，并不属于我们的，只有当它进入了我们大脑之后，经过我们的思考和审视，被我们过滤了之后，那个部分呢，才属于我们的。这些东西被我们摄入、囤积起来，成为了认知。我们所被告知的一切道理和答案呢，并不属于我们的，只有当它进入了我们的大脑之后，在某一个时刻跟我们的经历相结合，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在这一刻才属于我们的。看到的是信息，学到的是知识，悟到的才是智慧。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成为亿万富翁。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